欢迎来到可可知分析室，我是咸鱼环。经常在生活中、工作中遇到有些情况，我们感觉好着急，但是有些人就特别快乐，也不知道他们在乐啥，总之就让我们特别不爽。他们是不是傻呀？人们都说傻人有傻福，但凭什么他们能享福，我们呢？就就还挺不甘心的，对吧？今天我们就要用心理学的方法来看看怎么把这些人的快乐给偷过来。我们来分析两个案例先。加班现场，昨晚11点，公司有两个同事在加班改方案。左边的小华键盘敲得飞快，方案改了8遍，一直盯着领导的回复邮件。如果领导不满意怎么办？会不会觉得我能力不行？万一失业了，反贷怎么办？而右边的小乐呢，写完初稿就做了2件事情：先花了半小时研究行业案例库，再找本子记下来。明天9点，主动找领导确认需求。关电脑前，他嘀咕了一句：“我能控制的是专业度和响应速度，结果尽力就好啦。”结果呢？小华凌晨3点还在刷手机，而小乐却早已熟睡。那是什么样让他们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呢？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人生。阿华的成长经历：父母是教师，考了98分都会被问2分是怎么丢的。或许阿华要长期满足父母的价值条件，才能够获得父母的认可，才能够和父母沟通。核心信念是我的价值取决于他人的认可，这是要满足他人的条件，必须掌握所有的细节才能避免失败。他让我想到了网上流传的一个梗：我这一生如履薄冰啊。行为模式上呢，学生时期经常熬夜到凌晨，却因为一次竞赛未进前三而自暴自弃，长期结果呢 AI 生成的有点鸡汤，我们就不予讨论了。阿华的人生像是我们小时候玩过的红白机，主角只有一条命，真是特别艰难。在这种模式下，他一生都在追求卓越，他需要时刻掌控自己的人生，才能避免失控感，而且失控感对他来说是特别的痛苦的。那小乐的人生呢？父亲是工程师，常常拆家具，鼓励弄坏了也没关系，看懂原理就是正道。他的信念是体验比结果更重要，我能控制的只有自己的行动。小乐更在意的是做一件事的体验本身，并且他其实对自己能控制的东西很有边界感，他不会把那些自己无法控制的东西归咎于自己的无能。他的行为模式呢？大学创业失败后总结，验证了3个无效模式，下次试错成本更低。是不是可以看到他更关心的是在成长的路上如何避开这些障碍物？或许避开障碍物对他来说是一种乐趣，就像他小时候父亲鼓励的一样，弄坏了也没关系，对吧？工作后每周划定可控清单，对客户的突发需求快速响应。他只在发现问题的时候才积极响应，并且他把解决问题、发现障碍的过程当作是有趣的事情。第二个场景呢，暴雨中的电话。上午10点，2个销售同时接到客户的怒吼电话：方案太差，我要解约！手立刻发抖，脑袋闪过一串恐怖的画面：被开除，房东催租，蹲在路边啃馒头。他在厕所里哭了20分钟，最后只敢发了微信：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右边的小南呢，抓过便签写下3个步骤：第一，确认客户的核心诉求；第二，拉技术部门立即测算数据。然后呢，今晚给客户3个 Plan B。小兰回拨了电话：您需要的降低成本方案我们准备了3个，你需要现在听吗？他们的决策为什么如此不一样呢？阿雅的成长环境，父亲10岁就失业了，家庭陷入经济危机，母亲天天哭诉的全完了，我们只能等死。在这过程中间呢，阿雅通常在遇到问题之后，并不是主动行动去解决这个问题，而是陷入了灾难性的情境，并且他认为他自己无法应对任何的意外，所以这个闭环就形成了：遇到问题陷入情绪，然后灾难性的事情发生了。当这个模式完成一遍之后，下次遇到问题呢，那又会更崩溃，于是灾难又发生了。这像一个轮回，永远在阿雅的人生上上演。行为模式呢？大学错过了一场考试，直接放弃了补考机会；工作之后遭到客户质疑，立马道歉降价，不敢争取沟通的机会。遇到挫折只会让他立刻陷入痛苦，然后不敢反抗。小兰呢？父母是急救科的护士，常常带他玩危机模拟游戏。假如停电了，我们要怎么找到手电筒呢？初中全家旅游暴雨封路，父亲说：正好我们来找5种躲雨的方法。似乎小兰的人生更在意的是如何应对问题。应对问题、解决问题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成就感也很有趣的事情。
他的信念是问题是拼图而不是炸弹。出现问题的时候，在应对中找答案很有趣。或许小兰在乎的不是结果，而是如何在应对问题中一次一次的获得快乐，并且磨砺自己。行为模式：大学兼职时被客户投诉，主动请求当面沟通，最终拿下长期订单。对他来说，每个问题或许都是经验值，能在人生的赛道上越来越快乐。工作后呢，建立危机锦囊文档，分类记录典型问题与解决流程。小兰特别喜欢解决问题本身，然而发生了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呢？我们需要介绍一个概念：社会基因。或许你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概念，那我们今天了解一下吧。一个人所有基础的行为模式都是诞生于未成年离开家之前，因为一个人的社会模式在出生之后是无的状态，他需要通过大量的模仿、学习跟试错才能形成，而家庭几乎是大家唯一的场所，所以未成年时我们要从无的状态变成有的状态，相当于父母给我们装了一个社会的操作系统。即便你是最强的大佬，你特别有自己的主见，你也只能反抗。例如你父母非常的严格，你反向形成一个拖拉的性格，与之针锋相对。然而实际上更牛逼的社会策略跟严格与拖拉都没有关系。如果说 DNA 是我们身体的基因，那么童年的成长经历就是我们社会的基因。而一些奇怪的人格呢，它已经无关于好或者不好了。就像你背后突然长出了第三只手，在你躺卧的时候特别的难受，它或许是没有什么用的。然而即便如此，我们也没有必要怨恨原生家庭，因为我没得选，我们的父母他们也没得选呀，他们的社会基因也是更好一辈人给的。这个游戏就是如此，还是想想怎么样逆风翻盘吧。我们喜欢说我命由我不由天，父母有时候并不是我们的阻碍，我们身上不符合我们预期的人格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。现在我们进入正题，了解一下压力。你感受到的压力跟你对结果的预期与你现在的掌控程度有关。设想一下，你在抓一只猫，它在不断的挣脱，你想要抓得越稳，而局面却越失控，但你抓得很随意，只是确保它不会离开你的身体，它却往往跑不掉，而且你受到的压力会减小，你却感觉局面越稳，或许就是这个道理。那有时候会想说，我也不想每件事都抓得这么稳，但是我的生活向来如此，如果不抓得稳，我的生活可能就会面临失控。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生是如何被构建的吧。对一个人构建最大的影响来源于他早期的经历。我们的所有的模式几乎都是模仿父母或模仿身边的人跟他们学的。或许我们有反抗过，但也只是反向形成的一个策略。父母的模式与反向形成的这个策略，或许都跟我们未来的人生剧情没有关系。然后呢，就是人生中遇到了一些重大的事件，它给我们产生强烈的情绪。这些事件呢，能够重构我们的部分模式。例如，突然被骗，我们或许会提高对骗子的警觉；突然中了个大奖，我们可能会依赖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。还有第三点呢，环境塑造。不同地区的人文化是不同的，我们总是能在环境中潜移默化的去学会这些模式。例如，福建人比较讲究家庭利益，而湖南人似乎能够比较准确地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情绪。说完了人生构建，我们来聊聊失控吧。我们几乎所有人都特别害怕失控，失控或许是我们底层代码中最不愿意面对的感受了。从存在主义的视角来看，我们的前半生在不断的获得控制的感觉，例如出生下来，我们控制自己的身体，然后我们控制自己的意志，再后来我们控制自己的想法，控制自己的梦想，控制自己的人生，控制自己的家庭。而后半生呢，我们在不断的体验失控的感觉，例如退休后失去工作，失去健康，失去行动能力，最后拥抱死亡。在这过程中间呢，我们变得越来越包容。毕竟我们每个人这一生都要克服死亡恐惧。或许在这轮回过程中呢，我们在一次一次的控制、失控、控制、失控中寻找到部分人生的意义。而创伤呢，或许就是人生一个微小的失控过程。在失控中，我们往往会去思考我们究竟要什么，并且在失控中，我们与他人关系更容易从控制型转为支持型，让我们更加的包容。在过程中间，我们学会了关怀、接纳无序。然而，在失控中间，最终度过难关，或许我们有可能在控制中越陷越深。如果失控无法避免，并且我们要耗费大量的精力才能重新控制它，那我们为什么不去体验呢？最后，
再介绍一个简单的小方法，让我们能够逆天改命。当然，这个命或许是我们的社会基因。下一次在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先假设，会不会有一个人在遇到这个挫折的时候，他身上是没有压力的呢？我们设想一下他的人生。当然，这一步你也可以向 AI 说明一下，让他分析一下你的挫折。第二步呢，了解那个人的人生。这个没有经历压力的人，他是拥有怎么样的人生，才导致他现在的性格呢？这一步也可以使用 AI，让他告诉你这个人的人生故事。然后第三步，我与他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们可以追溯自己的人生剧情，去思考在什么地方我们跟他是不一样的呢？那么变成他那样，是我们想要的呢，还是不想要的呢？第四步，如果我想成为他，要怎么迈出第一步呢？首先，这个问题你可以问 AI，也可以问自己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当自己下定决心改变的时候，不要大步走。如果大步走，遇到自己无法接受的挫折或者困难，这只会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，让我们前行的路更加艰难。在改变的道路上，究竟能够承受多大的压力？不要急，慢慢来。与其慢一点，也不要让自己再次陷入痛苦。要尊重自己的体验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分享使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